青少年的创意是无限的，如果能够给他关心鼓励，同时强调呢，这个所谓的3H 的教育，用心 heart， 用你的 head， 用你的头，用你的手去操作，所以用心去思考，用脑筋去创意，用手去操作，强调这种创客的发明呢，这就是今天我们国家在鼓励青少年科技创意发明最主要的一个教育重点，而台湾在这方面呢有很好的成果。事实上，我们的孩子有很多的创意，如果能够提早给他开发，给他鼓励，给他有国际参加这样的发明展及观摩的机会，我相信台湾的科技的竞争力还是会持续保持良好的优势。我非常肯定中华创意发展学会常年来的努力，也谢谢教育部及各县市教育局他们对这样的创意教育所做的一个关心跟支持，非常值得肯定的。我自己也发现青少年发明展，它其实也蛮跟生活写实结合起来，有配合我们时代做不一样的那个类别的一个调整。像我有发现到，我们这次就有一些绘画方面，因为我知道图画的世界也很重要，可以透过图形来表现。那当然，我们现在长照的部分，我们在前几年就把长照的一个议题也放进来了，这个都是非常合乎现代的一个生活需要的一个创意的表现。我想透过孩子的敏锐观察跟他们的想法，真的可以让我们世界不一样。那也期待我们在这种活动比赛中，真的帮台湾找到很好的孩子，可以对我们的国际的科学或创意做更多的贡献跟更多的启发。我们今年进入第15年的世界青少年发明展，从2004第一届响应日本发明协会要鼓励青少年从小能够动脑动手去做发明，因此配合现在流行的所谓手作的能力，那我们每年都有选出队伍去参加世界青少年发明展。那我现在是世界青少年发明展的国际主席，所以我们也在这方面努力定设一些更公平、更公正的规则。那以这一次的全国赛来说的话呢，不管食衣住行娱乐，以及我们这一次参赛的6大领域，我想同学在整体的发挥上都非常的好。那这部分就我的观察，又可以看到2个部分有长足的进步。第一个的话是机构设计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在日常生活当中，例如说从梯子变成椅子，椅子变梯子，或者是可折叠式的一些日常生活用品，在显示出同学他具有一个专利性的创意，在机构的部分有非常多的下功夫。那再来第2个部分，我观察到是那个机电整合的部分，那特别是结合了这个智慧家电、智慧制造等等不同的面向，让甚至是国小的小朋友就有机会透过撰写 Arduino 等等的控制程式，能够非常轻易的去控制所谓的这个日常的生活用品，让这些东西具有智慧。那我想这2大面向都有非常长足的一个进步。I think this is a great learning opportunities for the students to develop all these important competencies for life. One of the most impressive things that caught my attention here is how some of the kids have great linguistic competence because they don't they don't report their projects in Chinese but also in English,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y show great personality to present their interest in their projects. This is a very good opportunity to have a look at the inventions competition in Taiwan. And I can see the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they have a very great creativity to have the project complete and present to the audience. And I wish that every school, they have a very good power and strength to produce very good project items to show to the to reflect their creativity. And I think this is a very good important part of the education. I think not only in Taiwan, the idea can be shared in Asia. For example, in Hong Kong, in Singapore,
in Macau or in other city in mainland China. So I think I like to have this opportunity to see all of them. 在参加这个比赛过程中呢，我学到很多东西。从一开始什么都没有做过，到后来第一次参加，学会了很多感应器要怎么使用，还有要如何跟别人讲解，比较不会紧张害羞。还有在这其中，我出国比赛了1次，让我可以展现出我的英文技巧。虽然说可能没有讲得很好，但是这是一个不错的经验。谢谢这次主办单位给我们有让孩子在这个舞台上表演的机会。那这10年来，带领不同的学生来参与比赛，其实最大的收获是让孩子能够动手去做，然后甚至去了解其中的原理。这才是发明展的最大的一个精神所在。那也感谢主办单位，让这些孩子有在国际的舞台上面有所发挥。我蛮开心，我的小孩有这个机会可以参加发明展的活动，然后我看到他不断的成长，从一个没有自信的小孩，到现在能够对一般的大众侃侃而谈，介绍他的作品，我相信这是最大的收获。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和这个舞台，让他能够发挥他的创意。那如果说没有这个舞台的话，可能就像我们过去教育的方式，等到出了社会才会去探索自己的兴趣。那因为有了舞台之后，有各种的可能性，也能够更早的把他的就是自我能够实现出来。